经典恐怖 IP《惊声尖叫》第6部终于来了，从头砍到尾，层层反转。我看到最后，你绝对猜不到结局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故事。劳拉坐在餐厅，等待和网恋男友面基。然而对方在电话中透露，他似乎迷路了。劳拉根据男人的引导，来到餐厅对面的小巷。这时，电话那头男人的语气发生了变化，他冷冷地对劳拉说：“你喜欢研究那些虐杀的恐怖片，怎么还敢孤身走暗巷？”没等劳拉反应过来，鬼脸杀手突然出现，连捅数刀送走了劳拉。鬼脸杀手摘下面具，露出真面目，随后换了衣服，若无其事地离开杀人现场。杀手名叫杰森，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。在返回宿舍的途中，杰森遇到了塔拉。聊天中得知，塔拉正要去参加兄弟会的派对，而他的姐姐塔曼莎因为有事，并没有和他在一起。看过第5部的都知道，劫后余生的塔拉姐妹离开了噩梦小镇伍兹伯勒，来到繁华大都会纽约上大学。回到宿舍，杰森接到室友格雷格的电话，对方正在用变声器模仿鬼脸杀手的声音。格雷格已经知道是杰森杀死了劳拉，杀人原因很简单，劳拉是他们的电影课教授，杰森不满他给自己的论文打了低分，于是扮成鬼脸杀了劳拉。作为鬼脸杀手的信徒，杰森和格雷格的真正目标是杀死幸存下来的萨曼莎和塔拉。格雷格故作神秘，说他就藏在宿舍，要杰森赶紧找到他。根据提示，杰森注意到了冰箱。不会吧？打开冰箱，格雷格被人肢解后藏在了里面。杰森目瞪口呆，而真正的鬼脸杀手出现了。他扬起手中的刀子，杀死了杰森。因为有资格杀死塔拉姐妹俩的只有他自己。另一边，过去半年，萨曼莎一直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，她承受的实在太多，不只是父亲比利，就连男友里奇也是个连环杀人犯。她之所以和萨曼莎交往，也是因为崇拜比利。事发后，网上有人造谣，声称萨曼莎才是惨案背后真正的策划者，是她杀死所有人，最后栽赃给了里奇。萨曼莎告诉心理医生，里奇差点杀死她和塔拉，出于自卫，她才杀了里奇。不过，她接受心理咨询并不是因为里奇，而是在杀人的过程中，她竟然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。萨曼莎担心自己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变得和父亲一样。听到这儿，医生大为震惊，表示要将萨曼莎的情况上报。为此，两人不欢而散。萨曼莎回到宿舍，从室友奎因口中得知，塔拉正在兄弟会的派对上。担心妹妹有危险，萨曼莎决定去看看。此时的派对现场十分热闹，女孩安妮卡问鸣笛：“1年前你们差点在居家派对上送命，怎么现在还敢来？”鸣笛笑着说：“这种事和遭雷劈一个道理，一个人被雷劈2次的概率是很低的。”塔拉和这个叫弗兰奇的小伙子互生好感，于是牵着小手准备到楼上的房间聊聊人生。安妮卡怕塔拉吃亏，出面阻止，但塔拉表示这是自愿的。没办法，安妮卡只好寻求查德的支援。和塔拉一样，查德也是上一部的幸存者，他和弗兰奇一言不合打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萨曼莎找到这里，上来就用防狼电棍给了弗兰奇致命打击。然而，朋友和姐姐的干涉让塔拉愤怒不已，他排斥萨曼莎对自己的过度保护。虽然过去发生的事很可怕，可他现在只想开始新的生活。说话间，一个女人朝萨曼莎泼了冷水，还骂她是个杀人犯。显然，谣言已经在网上发酵。回到宿舍，鸣笛和查德轮番安慰塔拉，让她别生萨曼莎的气，她这么做也是因为爱你。与此同时，萨曼莎背着所有人和住在对面的丹尼偷偷约会。很快，杰森和格雷格的死亡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直觉告诉萨曼莎是鬼脸杀手回来了，当务之急要尽快离开纽约。塔拉觉得萨曼莎小题大做，为了确认情况，萨曼莎与奎因的警察父亲贝利取得联系。从现场来看，这宗惨案无疑与鬼面杀手有关，并且警方还在杰森的宿舍找到萨曼莎丢失的驾照。在前往警局接受问询的途中，萨曼莎的电话响了，来电显示竟是早已死去的里奇。电话那头传来熟悉又可怕的声音，鬼脸杀手说要让所有人知道萨曼莎是矫正杀人狂欢的凶手，他和塔拉都要血债血偿。说完，鬼脸杀手突然从路边跳出，向背后偷袭塔拉。好在有惊无险，姐妹俩赶紧躲进一家商店，但鬼脸杀手很快就追了过来。不明所以的光头哥气汹汹地上前理论，结果被杀手无情收割，路人吓得四散而逃。见有人上门惹事，老板掏出猎枪直接射击，打中了吗？
并没有。老板上前查看，殊不知死神已经来到身边。鬼脸杀手拿走老板的猎枪，砰的一声，老板死了。手无寸铁的萨曼莎和塔拉抓住时机推倒货架之后逃离了商店。警察也在这时赶到门口，不过商店只剩下鬼脸面具，凶手早已逃之夭夭。警局中，贝利告诉萨曼莎，如果是鬼脸杀手偷走他的驾照放在案发现场，那么他很可能是姐妹俩亲近的某个人。想了想在纽约认识的新朋友，塔拉认为他们都没有问题。这时 FBI 探员可碧出现在警局，他和萨曼莎在伍德小镇的同一所高中毕业，同样作为幸存者，可碧对鬼脸杀人案很感兴趣，想和纽约警察一起探案。晚上，心理医生正在家里看电视，听到敲门声，他来到门口，只见一道黑影站在那里，以为是邻居的恶作剧，医生走上前去，不料鬼脸杀手打碎玻璃，将医生的脑袋狠狠撞向铁门，最后一刀直接刺进医生的脸上。事后，他潜入房中拿走塔曼莎的病历。另一边，明迪正在带大家分析案情，他猜测凶手很可能就藏在新出现的人物中。呆萌的伊森是查德的室友，但抽签决定室友时作弊并不难。奎因是看到塔拉在网上发布的租房信息，于是选择一起合租。就连女友安妮卡，明迪也抱着怀疑态度。面对质疑，新人组不服气，认为幸存者小组同样可疑。万一有人因为创伤导致心理扭曲呢？或者有人从惨案中获得名气，从而渴望更加出名呢？显然这一条针对的是塔曼莎，言下之意，所有人都有嫌疑。当晚，丹尼意外看到鬼脸杀手出现在奎因的房间中。丹尼打开窗户，一顿口吐芬芳，但奎因在打电话，什么都没听到，也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就在身后。情况紧急，丹尼只好打电话给塔曼莎。结果几人看到来电显示，开始瞎起哄。塔曼莎很无奈，只好挂断电话。没办法，丹尼群发短信，将拍到的照片发了过去。此时大家才意识到危险，可没等他们开门，鬼脸杀手便将奎因血淋淋的尸体推了出来。慌乱中，塔拉和查德飞速跑下楼，其他人想逃，可是已经来不及。安妮卡腹部中刀，明迪的肩膀也受了伤。塔曼莎跑到厨房找武器，结果所有刀具都不翼而飞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塔曼莎拿起收纳盒，朝鬼脸杀手的脑袋砸了过去。随后带着受伤的两个人躲进奎因的卧室。安妮卡血流不止，脸色煞白，要立刻接受治疗。塔曼莎看了看楼下，这致命的高度，跳窗逃亡肯定没希望了。好在丹尼的公寓就在正对面，他将梯子递了过来，横竖都是死，只能放手搏一搏。塔曼莎率先爬了过去，明迪想让安妮卡先走，可她太弱了，于是坚持让明迪先走一步。轮到安妮卡时，意外发生，她刚爬在梯子中间，鬼脸杀手便闯了进来。他晃动梯子，试图把安妮卡甩下去。塔曼莎和明迪伸手去拉，可惜还是差一点。最后，安妮卡从高处坠落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第二天，伊森姗姗来迟。面对查德的质疑，他说昨晚有课，自习室里的人都能作证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让贝利悲痛不已。尽管上面让他别再插手这件案子，但为了给奎因报仇，他不想放弃。这时，记者盖尔找了过来。在第5部的故事里，她的丈夫杜威也是被鬼脸杀手干掉的。盖尔已经查出那些案发现场出现的鬼脸面具来自哪里。原来杰森和格雷格都是富家子弟，两人租下一个废弃的电影院，把这里打造成了鬼脸杀手博物馆。鬼脸杀手的凶器、斗篷等等都在这里。众人难以置信，杰森和格雷格竟然砸重金从警察手里买来这些证物。贝利想到一个抓捕凶手的方法，利用电话追踪鬼脸杀手的位置。很快，塔曼莎接到电话，和上次一样是用里奇的号码打过来的。可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定位显示的位置竟然是盖尔的家。鬼脸杀手这次要杀的不是塔拉姐妹，而是盖尔。姐妹俩抢走贝利的警车，赶往目标地点。而盖尔这边，他已经接到鬼脸杀手打来的电话。说话间，凶手潜入房间，杀死盖尔的男友，之后带着杀意奔向盖尔。他拼命跑到房间，拿到保险箱里的手枪。2声枪响过后，门外暂时安静下来。这时电话响起，还是鬼脸打来的。两人玩起心理战术，即在看不见的情况下，盖尔如何确定杀手是否中弹？安全起见，他又隔着房门补了2枪。随后，盖尔鼓起勇气打开房门，鬼脸杀手不见了。莫非他真的受伤了？显然事情并不简单。
当盖尔察觉到凶手的方位时，对方竟然先一步冲了过来，盖尔来不及反应，被鬼脸用刀划伤。不过在他的顽强抵抗下，鬼脸也倒在了地上。盖尔拿到他手里的刀子，可惜手速还是慢了。鬼脸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刺进盖尔的肚子。眼看就要领盒饭，塔拉姐妹终于赶到。塔曼莎拿起地上的手枪，吓退了鬼脸杀手。很快，警察赶到现场，将陷入昏迷的盖尔送往医院。朋友接二连三出事，让塔曼莎身心俱疲。她甚至有了一个大胆想法，用自己一命换大家的安全。但这一想法遭到大家的强烈反对。既然躲下去不是办法，那么干脆主动出击，先把鬼脸杀手引到博物院，然后进行伏击。为增加胜算，他们将计划告诉贝利。贝利听后欣然决定要加入这次行动，还说到时候会让可碧协助大家。丹尼想帮助塔曼莎，因此也加入了进来。避免鬼脸杀手提前动手，一行人选择坐地铁。恰逢万圣节，地铁人很多，鸣笛没挤上地铁，只好和姗姗来迟的伊森乘坐下一趟车。虽然伊森已经做过解释，但鸣笛似乎还在怀疑他。地铁上，很多人在这天扮成鬼脸杀手的样子，这让塔曼莎他们隐隐不安。不过他们这趟车是安全的，因为真正有危险的是鸣笛和伊森这边。快要到站时，鬼脸杀手突然出现，鸣笛被他捂住嘴巴，无法求救。而鬼脸杀手在捅完2刀后，夹在人群中迅速离开了现场。见状，伊森赶紧把鸣笛扶下车。现在鸣笛总算相信伊森是清白的了。塔曼莎这边，他们已经来到博物馆附近。尽管丹尼是塔曼莎的真爱，但他同样有嫌疑，因此塔曼莎没让丹尼进去。进入博物馆后，塔曼莎接到贝利打来的电话，让他们赶紧离开博物馆，因为他刚从 FBI 那里收到消息，自从去年伍兹伯勒小镇发生命案后，可碧的状态越来越差。早在2个月前，他就因为精神不稳定被 FBI 辞退。难道可碧是鬼脸杀手？想到这儿，塔曼莎连忙去找其他人。塔拉和查德在博物馆的另一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竟然还忙着谈情说爱。果然，秀恩爱死得快，鬼脸杀手突然现身，偷袭塔拉后，又和查德打作一团。幸亏查德技高一筹，之后2人和塔曼莎顺利会合，但可碧却不见踪影。原本用来困住鬼脸杀手的铁门也已经上了锁，整个博物馆瞬间成了杀戮空间。种种迹象似乎都坐实可碧就是鬼脸杀手。就在这时，危险再度降临。为了掩护塔拉姐妹，查德留下来和鬼脸周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又有一个鬼脸杀手出现了。双拳难敌四手，查德差点被捅成刺猬。塔曼莎和塔拉继续逃命，可还是被鬼脸前后夹击。姐妹俩准备硬刚时，可碧提枪杀到。他告诉2人，刚才被一个鬼脸杀手打晕了。说着说着，贝利也赶到这里。没等可碧解释完，他就开了枪。这时姐妹俩才反应过来，贝利骗了他们。随着面具揭开，真相终于水落石出。第一个鬼脸杀手是伊森，没错，正如鸣笛一开始的推测，为了接近他们，伊森的确是在室友抽签中作假，从而和查德成为室友。刚才对查德痛下杀手的鬼脸就是伊森。第二个是奎因，为了摆脱嫌疑，他选择诈死。捅伤盖尔和鸣笛的鬼脸杀手，以及最先造谣塔曼莎是罪魁祸首的人，都是奎因。谁能想到他们竟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？那么杀人动机是什么？其实他们都是里奇的家人。虽然不理解儿子为什么如此迷恋砍杀电影，但贝里还是支持里奇的电影事业。为此，他不惜帮儿子建立了这家博物馆。搞半天，杰森和格雷格也是背锅的，是塔曼莎杀死了里奇。现在他们要复仇，等塔曼莎死后，贝利会利用警察身份将这一切嫁祸到塔曼莎的头上。此前杀死心理医生，偷走塔曼莎的病历，其实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危急关头，塔曼莎开始嘴炮攻击，大骂里奇是个没用的烂人。话音刚落，奎因暴走，结果被塔拉一板砖放倒。身受重伤的可碧朝着贝利开枪，可惜没打中。伊森将可碧扑倒在地，刺伤他的肚子。最后一刻，塔曼莎赶了过来，他拔掉可碧身上的刀，给了伊森好几下，之后带着塔拉爬向高处。塔拉脚滑，差点摔了下去。伊森站在塔拉脚下，兴奋地捂着手里的刀子。奎因也已经来到附近，塔拉让塔曼莎赶紧放手，不然2个都得死。塔拉掉了下来，可伊森并不知道，刚才塔曼莎偷偷把刀递给了塔拉。塔拉趁其不备，一刀插进伊森的喉咙。塔曼莎嘲笑奎因：“你又失去一个好哥哥。”奎因拔刀相向，架不住塔曼莎手里有枪，他被一枪爆头，
彻底领了盒饭。塔曼莎本想让贝利和家人团聚，可惜子弹打光了。在接下来的打斗中，两人同时摔到楼下。等到贝利醒来，他没有找到塔曼莎，而是接到他打来的电话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里面传来的是鬼脸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塔曼莎化身鬼脸杀手，将刀子捅进贝利的身体，最后刺进眼球，完成致命一击。死里逃生的塔曼莎和塔拉顺利达成和解，可两人并不知道伊森还活着。他咆哮着冲向姐妹俩，结果电视掉落，把伊森砸死了。是可碧救了他们。故事最后，丹尼带着警察赶来支援，欣慰的是查德还活着，看来还是有主角光环的嘛。从推理小说爱好者的角度看，《惊声尖叫6》更像是一场屠杀版的谁是凶手的游戏，不能相信任何人，直到找出身边的鬼面人。抛除恐怖成分，整个故事很有悬疑的味道，多次反转，在揭开真相前，大 boss 从头到尾都没有受到明显的怀疑，惊讶值直接拉满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